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南港公园，今天要来这边继续 Tony 开讲。今天要聊的主题仍然是孔子。有人可能会说 ，Tony 你每次讲孔子都会被人家批评，那为什么还要讲呢？这个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于不得已也。”我喜欢孔子，孔子的思想是一种人文理性，当然是可以接受批评，但是如果有一些批评是严重的脱离事实，那么作为孔子的弟子，我当然要出面澄清一下。别人会不会接受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至少我尽心而已。有些人认为，2000年来中国帝王利用儒家思想进行统治，奴化百姓。儒家本来就是诸子百家之一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向帝王靠拢，被帝王捧，才成为主流的思想。这种看法，我认为是民粹式的评论及偏见。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儒家思想在近代遇到的挫折，来回顾儒家思想如何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，那么你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。儒家是一开始就被帝王宠爱吗？当然不是，反而是被讨厌。就像基督教一样，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，而是被讨厌、被迫害了200多年，后来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。如果我们将国家比喻为一家公司，那么儒家思想就像这家公司里面的一名员工，老板本来不喜欢这个员工，而这个员工靠着自己的学识，一步一步地获得老板的赏识，最后成为老板倚重的经营顾问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，怎么会被一些人黑成这个样子呢？我们就先说孔子。大家都知道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并没有得到各国国君的赏识。最后，孔子郁郁不得志，回到鲁国，三思书、定礼乐、赞周易、修春秋，只好把自己的理想托付给后世。而100多年后，战国时代，诸子百家风起云涌，孟子周游列国，也同样是郁郁不得志。当时国君认为孟子的仁政主张是迂阔而不可用。而你看当时的苏秦、张仪多么得志，苏秦的身上还同时佩挂6国相印。当时的各国国君有喜欢孔子的思想吗？当然没有。从孔子到孟子100多年了，各国国君就是不重视儒家思想。那如果是我，那我可能就会觉得，那走这一科没有前途了，我要改念别的科系。那当时儒家弟子李斯就是跳槽了，从儒家跳到法家。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，结束战国时代，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。秦始皇用的是法家，不但不用儒家，秦始皇还坑杀儒生。而李斯跳槽成功，还当上秦帝国的丞相。不过他最后却不得好死。当时儒家有向帝王靠拢吗？当然没有。孟子就说了，我不可能降低我的理想层次来迎合国君。所以孟子说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那孔子说，方有道则仕，方无道则隐。所以真正的儒家根本是没有向帝王靠拢。到了秦汉之际，儒家有受到重视吗？还是没有。刘邦看到儒生就讨厌，还曾经当场将儒生的帽子脱下来当尿盆使用。所以汉朝初年，儒家也是没有受到重用，而是黄老之术，道家受到重视。汉朝是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才独尊儒家。那为什么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把汉朝想象成是一家公司，那这家公司的员工大约有3000万人，那你要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复杂的公司呢？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汉朝这么规模庞大，而且是沿袭秦帝国的做法，采取中央集权。而西方罗马帝国的诞生是200年之后的事。当时所有的国家都是采取封建制度，就像西周时代的封国、鲁国、郑国、齐国、燕国、晋国，各国君自行管理自己的国土，或者像日本，天皇分封一大堆藩国，由藩主自己管理自己的藩国。而偏偏中国的政治体制早熟，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。然而秦帝国15年就崩溃了，
所以汉朝经过初期的试验及动荡，汉武帝当然会想从诸子百家之中找出最佳的治国思想，来统治规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。而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。所以并不是儒家向帝王靠拢而得到重视，而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诸子百家之中最具有治国的竞争力，而得到帝王的赏识。但是大家以为汉武帝独尊儒家之后，那儒家就在皇帝身边吃香喝辣吗？皇帝用儒家思想是要来治理国家，不是让你来吃喝玩乐的。如果你业绩不好，那也是会被打入冷宫的。汉朝结束，中国进入乱世，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的时代，儒家思想就被打入冷宫了。哪有像一般人说的2000年来都那么风光？没有，儒家思想在公元3世纪时就消沉了。儒家在魏晋南北朝大萧条的时代有多久呢？大概300年。所以大家去想一想，如果一个思想退流行了、没落了、消沉了300年，而最后又能够活过来，又复兴回来，成为思想的主流，这就是九命怪猫也做不到吧？所以，如果是把它拍成一部电影，那绝对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电影。当时儒家思想退潮，那么中国流行什么思想呢？有2种，一个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清谈，另外一个就是佛教大盛。中国几乎从此成为一个佛教国家。那长达300年时间，为什么中国后来没有成为以老庄思想为中心思想的国家？或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佛教国家呢？这个故事有点长，下次有机会我再做一个专题来跟大家分享。儒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经过了300年的消沉，在这段期间，儒家吸收了佛教及道家的思想，在宋代发展成为新儒学，而这样的思想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，一直到明末，甚至到清朝都还是主流，直到近代才遭遇到西方的挑战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聊到的儒家兴起的励志故事。那很多人会批评说，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理孔子，没有多少人在读《论语》，那你还在谈孔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其实你们是当局者迷，你现在就是活在儒家文化圈，你的思想大部分还是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，只是你自己不自知而已。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儒家，你有没有读《论语》，你就是活在孔子的思想里。举例来说，你朋友的老婆红杏出墙，或是你朋友的老公出轨，那么你们一定都是气愤填膺地批评小三或小王。如果有一位政治人物婚姻出轨，被新闻媒体报道，那他一定赶紧出面道歉，不然政治生命可能就此完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很生气，他违反了婚姻伦理。那这就是儒家文化圈孔子思想给你的影响。同样的事情，如果是发生在现在的西欧，那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了。老公或老婆出轨，那大家就好好来谈，因为我们信奉的是个人主义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那我们相爱，我们就在一起；那既然不再相爱，那我们就分开。那根据法律、权利义务，我都要遵守。我提出离婚，那我该给的赡养费，我该负的责任1毛都不少。而社会也不会太非议，因为这是欧洲的文化，崇尚个人主义，追求幸福本来就是自己的权利。当你觉得婚姻不再幸福，你当然可以选择结束。所以你只要负起该负的责任，那事实上你是不会受到来自像儒家思想这种婚姻伦理的责难。所以年轻的朋友们，如果你真的讨厌儒家思想，如果新闻有报道未婚的网红或名人有男女的纠纷时，谁劈腿谁负心，那是别人家的私事，是别人的私德。如果双方有人违法，那当事人可以提出告诉，检调单位就会以公权力介入处理。那你就不要当个键盘侠，对别人的不伦行为，对别人的私德进行指指点点。
你这种行为正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只是你不自觉而已。你既然讨厌儒家思想，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做呢？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读通《论语》，那么你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攻击别人师德的言论，因为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最后，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正式的声明，因为我谈孔子，竟然有人批评说我是在带风向。那我想你的逻辑大概就是说，我在宣传孔子，就是在宣传中华文化，就是要提高大家对中国的认同。那你还是把文化认同跟国家认同给搞混了。我第一集就有提到了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例如一个新加坡人，他喜欢孔子思想，但他就是一个新加坡人，他也不会因此认同自己是中国人，是中国公民。那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呢？所以我今天就做一个正式的声明：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喜欢孔子，但是我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只要它仍然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，那么我就热爱这个国家。不管它的名字是中华民国，还是台湾共和国，或是香蕉共和国、巴勒共和国，我都认同这个国家，我都喜欢这个国家。我身为台湾人，我死后变什么，我是不知道，因为孔子没有说。那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